人类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？几十年来，在美国内华达州沙漠51区，经常有人看到不明飞行物，而一位神秘人的出现，才使得51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，并且才有相关的飞碟纪录片。那么，这个神秘人都爆料了哪些冲击人们认知的外星文明机密呢？在此之前，请点击关注、收藏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。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。Well, there's several, actually 9 flying saucers, flying discs that are out there of extraterrestrial origin. 原来，这个神秘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鲍勃·拉扎。1989年，他第一次对外揭露机密信息的时候，隐藏了自己的面孔，并且化名丹尼斯，才敢进行采访。鲍勃·拉扎在电视台爆料说，他最早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名物理学家，专门研发原子弹。之后，他被指派到51区，负责执行伽利略计划项目。51区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在执行各自不同的项目，并且不同的项目工作人员不能与其他项目人员进行交谈。而他的工作就是对一架外星飞碟进行逆向工程的复制研究。他说，所谓的逆向研究工程，其实就是研究一个成品，只要破解了这个产品的原理，那么就可以复制生产出相同的产品。并且他说，在51区那里不止一架飞碟，总共有9个外星飞船。之所以站出来爆料，是他在51区工作的时候，具体是在1989年的3月31号的晚上，他带着他的一些朋友偷偷跑到51区附近的山顶，拍摄了 UFO 的照片和视频。被发现后，因为严重违纪，被上司直接拿枪抵着他的脑袋，最后他遭到了解雇，并且禁止他和之前的51区的同事联系。但是事情不仅仅这么简单，之后他被人多次跟踪暗杀，无奈之下只能用曝光的方式保全自己。他说他去51区，每次都需要从拉斯维加斯的机场搭乘专用的飞机抵达51区，之后还要转乘巴士前往基地。这辆巴士只有前挡风玻璃是透明的，两边的窗户都被黑色的材质覆盖了，为的就是不让车内人员看到。他说他具体是在51区附近的 S4 机密基地工作，这里的隐蔽工作做得相当好，整个 S4 基地实际上是隐藏在山体之中，基地大门采用的是和山体一样的砂石来做伪装。也就是说，当基地大门关上的时候，肉眼是不容易发现 S4 基地的。鲍勃·拉扎说，进入 S4 基地后，可以看到有9个机库，而他曾经看到一次 S4 基地的9个机库大门同时打开，每一个机库里面都有一架飞碟，而飞碟的形状各不相同，有的飞碟像一个盒子，有的飞碟像一个高高的帽子，有的飞碟是雪茄形状，有的飞碟像2个盘子倒扣在一起的形状。其中一个据说是1947年在罗斯威尔坠毁的那架。关于罗斯威尔事件，我们下期展开来说，敬请关注收藏。拉扎描述了他研究的那架银色飞碟的外形，他说那架飞碟外形是流线型的，几乎看不到棱角，外壳是一种类似不锈钢的材质，但是要比不锈钢有韧性的多。这个飞碟的直径15米，高5米，总共3层，最上层的是导航舱，有一些小窗户，中间一层是驾驶舱，最下层就是他研究的动力舱。鲍勃·拉扎强调说，飞碟的动力系统不能草率操作，否则它的爆炸威力相当于1枚小核弹。之前就有研究人员死于这样的意外事故。接下来，鲍勃·拉扎详细描述了动力舱的样子。这里可以看到3个黑色的圆柱形物体，实际上就是飞碟的动力装置。S4 基地的工作人员称，这些动力装置叫重力放大器，它们可以180度调整，可以发射出重力波，达到扭曲飞碟周边空间的效果，制造出一个重力斜坡，然后飞碟就可以沿着这个斜坡滑向目的地。并且拉扎还说，如果你在一架飞行的飞碟下方，那么你看到的可能是飞碟的上方，因为飞碟产生的重力场会扭曲空间，就像人类为什么可以看到太阳背后的行星一样，因为太阳附近的重力场也是扭曲了，甚至扭曲了光线，所以人类才能看到那些被太阳挡住的星星。拉扎继续讲解了重力波的动力来源，是一个当时地球上还不存在的元素，叫做115号元素。115号元素直到2004年的时候，才由俄罗斯的科学家验证存在，比拉扎的爆料晚了整整5年。鲍勃·拉扎说，飞碟上的115号元素将近有2公斤，还说 S 基地总共有惊人的500公斤。要知道，目前地球已知的115号元素都没有这么多，科学家们也就合成了几十个115号元素的原子而已。
拉扎表示他不知道 S4基地这些115号元素的来源，并且强调当时 S4基地是没有能力合成的。拉扎说115号元素是装在飞碟驾驶舱的离子加速器，当它加速产生核聚变，就可以释放出大量的能量，产生重力波。其中一个放大器工作，飞碟就可以升空，再加上一个发射器，飞碟就可以随意调整方向，快速移动。而且拉扎还说，飞碟在飞行过程中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。鲍勃·拉扎补充说，他研究的那架飞碟是属于泽塔星系小灰人的。随后他拿出了一张泽塔小灰人的半身特写照片，照片中的外星人是典型的小灰人形象，身材瘦小，身高1米左右，有着和身体比例不协调的大大的脑袋和巨大黝黑的眼睛。鲍勃·拉扎这些惊人爆料犹如深水炸弹，瞬间引爆了世界各大媒体。但有人调查之后怀疑鲍勃·拉扎是骗子，因为他并不是什么麻省理工的硕士，并且鲍勃在高中的成绩并不是很好，所以名牌大学也根本不可能录取他。但是鲍勃却回应道，这是因为当局为了让民众不相信他的爆料，所以篡改了他的档案。但又有一些人证实了鲍勃确实在51区工作过，这个我们之后几期也会聊到。另外还有一个细节，拉扎拿到了一张51区门禁设备手骨扫描仪的照片后，激动不已地说道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这个设备。如今鲍勃·拉扎一直被 FBI 监视骚扰，不时就要遭受突击搜查。他本人对那些地外生命及文明并不感兴趣，他最大的兴趣就是那些难以置信的技术，因为那些技术可以改变世界。之后在2013年，美国因受迫于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，被迫承认51区的存在，但也仅仅说51区只是一个秘密实验基地而已，对于外星文明闭口不谈，不承认也不否认。对于真假在此不再赘述，且当脑洞故事来看，不要太过当真。The fact that that was happening at all was the weirdest part. My name's Bob Lazar. I'm known for working at a classified base and reverse engineered alien spacecraft. 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。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